心灵需要滋养。大家好，这里是心灵反哺，一个有温度的地方，我是青年。曾有一位作家说过，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缘分只是意味着今生今世你要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作为父母，我们无法永远陪在孩子身边，无法时时提醒，时时关心，所以我们今天的内容才至关重要。有8件事情你务必要告诫自己的孩子，他们就像是8个锦囊一样，在人生路上为孩子照亮远方。1. 积极探索。作家林语堂培养出了3个聪慧优秀的女儿，但他却是孩子心中另类的父亲。他最爱陪孩子一起玩耍，和他们一起捏蜡像，一起制造各种玩具，还会在夜晚带着孩子们到花园里大冒险。到欧洲定居之后，他更是带着孩子们到巴黎红木坊看艳舞，去维苏威火山探险。他希望孩子能探索和体验这个丰富的世界。探索是孩子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然后解决问题的过程。比起灌输式教育，鼓励孩子积极探索更有利于其成长。自己明白的道理，会比他人教导的记得更牢。探索源于好奇，鼓励孩子去探索，留住他们的好奇心，才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2. 参加家务。有家长认为学习最重要，所以从不舍得让孩子花时间做家务。因此，孩子饭前不用端菜，饭后不用收碗，房间乱了不用打扫，自己弄不出一顿早饭。当他们离开父母进入社会生活后，既不能照顾好自己，也无法体谅他人。或许这些孩子成为了校园的学霸，职场的精英，但却依然生活不能自理。近几年，劳动课成为了义务教育阶段的一门独立课程，其中包含清洁打扫、整理收纳、烹饪营养和电器使用等内容。其实这些也是日常家务中的事情，做家务绝不是浪费时间，这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门必修课。让孩子学做家务，他们才会有更强的自主能力，也会有更多的责任感。今天愿意为家庭承担家务的孩子，未来才会愿意为社会有所作为。3. 热爱运动。清华大学一直十分重视学生的体育教育，无体育不清华，说的就是这个。西方国家的精英大学也同样注重培养有运动才能的学生。为什么从小热爱运动的人更容易受到青睐呢？体育运动能提升身体的协调能力，起到强健体魄的作用。孩子拥有一个好的身体，往往是追求一切的基础。而且要学会甚至精通一项运动，通常需要长时间的反复练习，这个过程能培养孩子的耐心，让他们学会坚持。更重要的是，当孩子们参与到体育比赛中，他们会不断建立规则意识和团队意识，也能学习如何面对输赢。可见，运动不但能带给孩子健康的身体和坚强的品质，还能锻炼他们合作和竞争的能力。参与运动是孩子从脆弱变得坚韧的过程，参与运动是孩子从个体走向集体的过程。热爱体育的孩子往往有强大的信心和号召力。4. 时间管理。看过这样一个故事，周日孩子要去补习英语，这天也正巧是舅舅的生日，于是妈妈让他5点下课后收拾好东西，5点半到停车场碰面。可妈妈左等右等，6点多才看到孩子出现。妈妈得知他是和同学玩五子棋忘记了时间，感到非常生气。孩子委屈地说道，妈妈对不起，我不知道半小时过得这么快。看到了吗？有时候孩子不能管理时间，是因为没有时间观念。作为家长，要鼓励他们自己规划和分配时间。我们可以给孩子准备好手表或者闹钟，鼓励孩子记录每天的事情以及花费的时间。这样练习之后，能让孩子对每一件事情需要的时间有个直观感受。然后我们引导孩子对每天所做的事情进行排序。如果孩子排序错了，家长也不能过多干预，要让他们吃亏1-2次后再进行纠正。通过这样的练习，孩子会明白事情的轻重缓急。只有对自己的一天有计划了，孩子才能掌握好做事情的节奏，才会做好时间管理。当孩子掌握了这种能力，他们在人生路上才能游刃有余。5. 懂得规矩。作为家长，要引导孩子明白社会的运行法则，人与人的相处之道，让孩子明白这个世界不是围着自己转的。郭麒麟虽然只有20出头，却是圈内出了名的高情商，得到过诸多赞赏。他的一言一行既不卑不亢，又周到妥帖，谦逊得体，
这些都离不开父亲郭德纲的严加管教。规矩看似是孩子的枷锁，其实是铠甲，更是闪光的铠甲。在安全问题上，有规矩能保护平安健康；在社会规则上，有规矩能提升道德素质；在人情世故上，有规矩能体现礼貌教养。懂规矩能让孩子建立规则意识，懂得心存敬畏，也会让人好感倍增。6. 敢于承担。有这样一个观点，最深刻的教育往往是从犯错开始的。家长要善于利用孩子每次犯错的机会，犯错闯祸是每个孩子必经之事。有的父母过度苛责，孩子感到害怕，因此学会了说谎；有的家长过分溺爱，总替孩子开脱，孩子因此变本加厉。这两种方式都没有引导孩子直面错误，更没有教会孩子承担后果和责任。犯错不可怕，无法认识错误才可怕，不敢面对错误更可怕。当我们不再不加解释的打骂，孩子才有机会用思考代替恐惧；当我们不再替孩子负责，孩子才会真正对自己负责。犯错是孩子通往成熟的必经之路，父母应该耐心做好正确的引路人。儿童时期面对错误不去逃避，走向社会面对责任才能担当。7. 学会自律。有一种品质可以使一个人在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中脱颖而出，这个品质不是天资，不是教育，也不是智商，而是自律。可如何才能让孩子自律呢？很多家长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其实家长想让孩子自律，比起管教不如做好自己。俗话说言传不如身教，孩子就是父母的一面镜子。若一对父母生活规律，行为自律，不断进步，不断达成自己的目标，孩子会向这样的父母学习，会被这样的家庭氛围感染，他们会因为自律而有收获，因有收获而喜悦，因喜悦而选择继续自律。他们会明白成长是自己的事，不是为了让任何人满意。严于律己，方能走得更远；严于律己，方能收获更好的自己。8. 自信乐观。在《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一书中，蛤蟆先生因原生家庭的不良影响而意志消沉，甚至患上了抑郁症。从小到大，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遭到父母的批评和质疑，即便他考入了顶尖学府，父亲却依然希望他接管酿酒厂。久而久之，他变得很不自信，对生活失去希望。他常常扮演开心果，想讨好他人来换取认可，却始终委屈自己。在接受了苍鹭医生的心理咨询后，蛤蟆先生才逐渐自信乐观起来，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作家爱默生说过，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成长中会面临很多未知，生活中会经历诸多变化，我们要教会孩子接纳自我，认识和直面自己的优缺点，教会孩子面对失败吸取经验，然后继续向前，教会孩子热爱生活，始终充满干劲和相信希望。自信乐观的孩子有信心，有韧劲，有能量；自信乐观的孩子更有勇气踏过生活的荆棘。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如果它让你深有感触，就请点赞并关注我。好啦，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